鸭子，世间萌物之一，但若是不小心误入了南京城，这评价可就从可爱变成了可口。没得一只鸭子能活着出来的。从六朝至今，南京人吃鸭的历史已超过2500年。金陵鸭传甲天下，这鸭都的名号当之无愧。星罗棋布的鸭店是对众口难调的回应。藏身于菜市场的一家鸭店，虽名不经传，却低调拿下金陵最美鸭王的殊荣。店名虽冠以烤鸭，但盐水鸭是店内当仁不让的头牌。6斤左右的山鸭来自高海拔山区，肉质紧，油脂厚，蜕变的第一步在于盐分的吸收。慢火翻炒，让花椒、八角与细盐彼此交融，制成花椒盐，以此反复揉搓鸭子，腌制3小时以上，就有了复合的咸香。泡卤是华丽变身的第二关，卤汁集合9种秘制香料及鸭身搓盐吸出的鲜汁，浸足2个半钟头后，风干7至8小时，风味再次升级。煮鸭前还需将鸭头逐个塞入鸭身，防止高温煮烂。不浪费每一个部位，恐怕也是南京人对鸭子最后的交代了。一旦出锅，立即移到冷却室中降温，温差的快速变化让盐水鸭表皮渗出细密的水珠，肉质也更紧实弹牙，无需蘸料就能大快朵颐，毫无腥气，唇齿留香。尝罢皮白鲜咸的盐水鸭，皮酥肉嫩的金陵烤鸭又怎能错过？论辈分，烤鸭还是朱棣北迁从南京带过去的，北京烤鸭见了它都得喊上一声祖师爷。不同于北京烤鸭选择油脂丰厚的甜鸭，金陵烤鸭用的是养殖4至6个月的胡鸭，肥腻稍逊却胜在肉嫩。洗净的鸭子挂上麦芽糖水，通风晾干6个小时，在鸭尾塞入一节木桩，这样烤出来的鸭子不易失水变干，鸭皮也能胀开烤酥。以暗火烘烤升温，中途要不时翻动换面。一只油亮酥脆、鲜嫩多汁的鸭子，需要烤鸭师傅在高温下静候多时，鸭腔中的卤水保留下来制成汤底。先卤鸭翅等鸭四件，最后稀释调味，就是原汤化原食的烤鸭蘸料。从皇室贵族的珍馔佳修到寻常百姓的质朴美食，无鸭不成席的南京人还真是爱鸭情深呀。那人喜欢吃鸭子的历史长了，对不对呀？那明朝的时候修建那个城墙的时候，用那个鸭血做燃料嘛，做燃料以后那鸭子怎么办？你就吃饱，对吧？是有这个有这个说法。